是 Eric 的电台，我是 Eric。周围偶尔遇到刚认识的朋友，开口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减肥。这可能是这个营养过剩的时代绝大多数人所遇到的困境吧。肚腩、拜拜袖、三高、粗腿、大圆脸，这可能是目前在健身房出勤率最高的几个特征。但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的周围，其实也有不少的人却面临着完全相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增重。我相信有这方面焦虑基本上都是男同胞，明明1.8米的身高，却只有110斤的体重，衣服穿在身上仿佛是小时候偷穿了你爸的衣服，根本撑不起来。每到夏天换上短袖，虽然已经买了最小号，可袖管还是不争气的空了大半截儿。而当身旁的女生提出某个奇怪的要求，比如我想要跪着看更远的地方，如果你也面临这方面的问题，在屏幕上打我要大。所以不管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壮一点，还是力气更大一点，都需要进行的是增重。增重当然在我这里没有一股脑的让你傻吃猛长，最后弄了一身膘，然后又回来收看 Eric 聊电台之胖子如何有效的减脂。增重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实现有效体重的增长就需要让增加的比如说10斤体重里面绝大部分是肌肉，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增肌。当然如果你碰巧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类身高1.8米体重110斤的电线杆身材的话，那么增重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点脂肪对你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想弄明白有效增重，就要先了解增肌的原理。我们的骨骼肌是由肌纤维构成，肌纤维又是由肌原纤维构成，肌原纤维由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构成，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之间的相互移动造成了宏观层面的肌肉收缩，也就是当我们在做抗阻力训练的时候肌肉的状态。一旦我们反复的进行该动作，就会造成肌纤维的破裂。当然这个破裂和肌肉拉伤并不是一回事，是属于非常非常微观层面的。而也正是因为肌纤维出现了无数个这样微小的破裂，才正式启动了增肌的过程。随着训练的结束，我们不断的摄取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分等等等等。而那些在训练中受损的肌纤维就能在休息中得到修复和重建。修复重建以后的肌纤维就会比原先更加粗壮。从宏观层面来看，你的肌肉维度就变大了。当然这是在无数次的破坏和重建之后才能达到的肉眼可见的效果。增肌的原理主要便是来自于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触发因素，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后面我会专门开一期来讲，想听的在屏幕上打，这次一定。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以前我遇到一个朋友，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常常有一顿没一顿的，后来胃口越来越小，人也日渐消瘦。后来他就问我，想要长肉，不求浑身肌肉，就是胖一点的话也行。我说这还不简单，你就提高你的饭量，增加每日的这个摄入的卡路里就可以了。他说可是我吃不下，也不想吃东西，有其他的办法吗？能不能就靠锻炼？ What？ 身体合成组织不论是脂肪还是肌肉都需要原材料，你不吃东西，不给原材料，肉从哪里来？空气还是水？很多人说艾里克，其实我已经吃了很多了，可就是不长肉，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这种情况有，但是极为少见，这个我们放到一会儿再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你以为你吃够了，其实还差得远。每个人心中对于这个多的概念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原先在村里最有钱的是老王，老王有10万元，你会觉得哇10万元很多。可当你来到都市以后，才发现有钱的都是按亿来算的，你才会觉得10万元好像真的很少。吃也是这个道理，他给我说吃了很多，结果一圈问下来，满打满算也就1000多卡，所以到底吃多少才能长？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如果你的基础代谢是1500，那么用1500乘以 1.43 再加上500，最后得到2645大卡，这就是你每天所需要摄入的热量总和。足够的营养除了能提供合成身体组织所必需的原材料以外，还能拉高体内的激素水平，比如主导增肌的睾酮素，以及推动体内合成和降低血糖的胰岛素等等等等。此外，这个碳水化合物在总热量里所占的占比也会影响到睾酮素和皮质醇的分泌比例。我们知道皮质醇的一大特点就是堆积脂肪和分解肌肉。当我们的碳水占比分别为60%和30%的时候，前者分泌的睾酮还能更高，皮质醇水平更低，所以适当调高碳水在总热量里的占比会更加适合增重。想要让吃进去的食物更多的合成肌肉而不是脂肪，那我们就要进行刻苦的训练。抗阻力训练就是构建一切的基础，但是如果你几个月都只拿着这个2公斤的哑铃在那做同一个动作，那么非常抱歉，这场增重计划最后可能并不理想。要想实现肌肉量的不断累积，渐进的负荷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这个礼拜深蹲60千克10个，那么下个礼拜就提高到65千克10个，再到下个礼拜
70千克10个，只有不断的给肌肉新的挑战，它才能不断的被强化。在我们摄入的总热量里，蛋白质占了很大的一块比重。如果把碳水化合物比作这个火箭燃油，那么蛋白质就是火箭本身。根据美国医学研究所 IOM 给出的建议，成年人每天每千克体重需要摄入 0.8 克的蛋白质，即能满足基本所需。那么如果你的目标是增肌增重的话，显然 0.8 克的标准是不够的。我的建议是 1.5 克到 2.5 克之间，不同的机构给出的区间当然略有差异没必要抬杠，大致满足即可。也就是说，如果你目前体重是60千克的话，想要增肌，你至少需要每天摄入90到150克左右的蛋白质，对应的牛肉则为450克到750克左右。你吃够了吗？屏幕上告诉我。如果当你因为某些原因食物蛋白摄入不足，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蛋白粉来进行额外补充，以达到摄入的标准。但是记住，不要本末倒置。这里额外插一句，需要增重增肌的人不用刻意按照瘦体重值来测算蛋白质的摄入量，意义并不大。对于瘦子增肌，应当多进行肌肉募集量更高的动作，比如说硬拉、深蹲、卧推、引体向上等等，因为这样可以在单位时间里刺激更多的肌肉群，提高增肌的效率。过多的孤立动作明显是不合时宜的。之前有个小朋友问我说想要增肌，我说你目前的训练计划是什么？他说1周5练，每次力量训练完再跑个5公里。我又问他身高体重是多少，他说1.75米，120斤。我说那你做这么多有氧干啥？有氧训练当然是好的，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大摄氧量，改善心血管，帮助减脂等等，好处很多。但是既然你的首要目标是增重，你干嘛还要给自己安排这么大的消耗呢？明明吃进去2500大卡，愣是跑没了500大卡。所以如果你是瘦子想要增重，那么最多1周安排1到2次有氧即可，每次时间30分钟以内，把更多的热量留给身体进行修复和构建肌肉。知道猪为什么长这么肥吗？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呗。所以要想增重，那么一定要保证足量的睡眠等等，这里还得加一个修辞，足量且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之前说过，机体的修复，不论是脏器骨骼还是肌肉，基本上是在睡眠中得以修复了。当我们处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开始大量释放各种帮助恢复的激素，比如说前面提到这个雄性激素、睾酮素以及生长激素等等等等。如果你的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或者经常作息不规律，那么身体最黄金的恢复期就被你错过了。长此以往，别说增肌增重了，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运动能力下降都是必然的。对于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来说，每天连续睡够7个小时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你前面刻苦的训练和充分摄入的营养才有意义，否则一切都是枉然。好了，最后我来说一下刚才提到过的极小部分人群可能真的吃了很多，但是却没有体重的增长。如果你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妨看一下是否自己有下面的这些状况。第一，遗传因素，有些人的父母就偏瘦，所以自己遗传了这样的基因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敏感性比较差。第二，内分泌问题，比如说甲亢或者糖尿病患者也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三，肠胃问题，胃动力不足和消化不良、胀气等情况都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四，寄生虫，如果你经常吃生食或者环境不够卫生，容易导致体内的有寄生虫，也可能是引起消瘦的原因。What was that? Oh, I have a parasite. Yeah. 第5个原因，情绪和压力。如果长期情绪低迷压抑，工作生活压力过大，都会从心理层面影响到生理层面，从而导致没有胃口或者是吸收不好。第6，作息不规律，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过了，长期熬夜倒时差、作息不规律等情况会导致这个内分泌的紊乱，从而影响到营养的吸收和机体的修复。第7个，癌症。对于不幸罹患癌症的患者，会导致体重的直线下降，增重非常困难。当然这个情况非常极端，一般不太会遇到。好，以上就是我针对瘦子如何进行增重增肌的一些建议和办法。如果你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妨从上面几点分别找找自己的原因进行改善。希望各位都能如愿达到自己的目标体重和体型。这里是艾瑞卡的电台，希望大家多多点赞。不想错过每一期内容的朋友可以戳一下下方关注。我是 Eric， 咱们下期见。